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Love Care Share。Sophie 呢，今天晚上在店里头呢，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怎样在没有打开你第三眼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和你已经去世的家人沟通上、联系上。因为最近我有很多的朋友啊、同学呀、他们都有失去心爱的人，然后心爱的人都去了天堂，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视频里头学到一些新的知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照片作为我们手机、电脑，任何一种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工具的屏保图片，就是找到他们的图片，找到他们和你的图片，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图片，但是让你心情愉快的那种图片，不是他们最后可能躺在床上的图片呀，或者是他们病了的图片，是让你有美好记忆回忆的那种图片，把它们当成你的手机的屏保、电脑的后面的图片。那第一点其实就是要跟你说，无论他们在任何一个空间，实际上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存在感都是在你心中是一模一样的。正是因为他们也不在这里了，所以对于你来讲，你会更加珍惜你们以前那些点点滴滴。另外呢，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屏保？就大部分的人可能刚刚，比如说失去心爱的人之后，他会哭泣，他会非常难过，他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呢，因为你用这个做屏保，大概我认为6个月之后到1年之后，6个月到1年这个情况下，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因为你长期的想到的都是很美好的，跟他们是美好的那种回忆，所以你慢慢的会把那些悲痛啊、失望啊全部给淘汰掉。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呢，就是锻炼你自己，回忆他们的美好，以及不停的看他们的图片，因为你看他们照片的时候，你就实际上是提醒你，他们虽然不在了，他们确实不在这个有肉体的这个世界了，但是他们还存在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所以呢，也是一种变相的让你去锻炼、接受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现实。第二点呢，就是你有任何的好的与不好的，所有的这些情绪，我建议你呢写下来。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呢，你实际上把你很多心里面以前不敢说的话，或者是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表达够的话，因为我们可能就说看着妈妈的照片，然后说我好爱你啊，我好想你啊，就可能很多人看他照片可能都觉得有点肉麻哈。对于我们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可能没有像国外这样，就是会经常的抱孩子呀，或者是经常的亲孩子呀，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认为我跟我妈妈其实就是拥抱的还是非常少的，跟我爸爸拥抱的也是更少了，除了小时候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在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跟他直接表达，或者是你没有机会跟他表达的时候，你可以用写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呢，然后烧给他，其实就是像烧纸一样。因为灵它沟通的方式是它可以进到你的脑子里，它其实是跟你的脑电波连接，所以你写的时候，它其实完全都知道你在写什么，你在表达什么。也就是说，虽然你的第三眼没有打开，你没有跟他有一个真正那种视觉上的这种沟通，或者是你感受到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正在触摸你，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敏感的体质的人，但是你也可以通过写信，然后烧给他的这种方式，跟他很容易的连接到他的能量。那也许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心理上的释放，对于他来讲的话，他也会非常容易收到你的这些信息。其实对于灵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容易接受到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的这些信息的。只是如果你想跟他
能够连接上，那你总要通过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那这个特殊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然后烧给他，就是代表了你的话已经传达到了他的耳朵里的这种方式。那第3点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观想。这个观想的话呢，是你可以放松你的身体，躺在你的比如像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躺在床上啊，或者是找一个座椅，你慢慢的闭上眼睛，你闭上眼睛，回想起你们以前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他身上所有的优秀品质，你是不是能够感觉到他所有的这些很美好的东西都留在了你的脑海里和你的心里。那你可以做几个比较具体的这种观想，也就是说，找到这个已经去世的人的所有的这些优秀的特点。他比如像对于我来讲，我妈妈她可能比较喜欢读书，她可能喜欢去运动，她可能非常非常节俭，然后她这个人也非常非常有上进心。那么我会把她所有的优点全部在我的脑海里面列出来之后，回想起来相应的这些对应的这些场景，就是他给我体现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秀特质。如果在这个阶段你在回想和观想的这种阶段，你非常想要哭，你心里面很痛苦，你可以让你的情感去大量的释放，但是释放下来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所有那些优秀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第3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这个优良的这个基因或者是优良的这些特质留在你身上，让这些很优秀的东西被你所吸收利用，好好努力过完之后的人生。虽然你可能第3眼并没有打开，你可能没有跟他们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感觉上的这种交流和沟通，但是你做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而且呢，对于你想要跟他们的能量连接上，虽然你可能在视觉上的第3眼看不到他们，但是你在观想的过程中，实际上你跟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交流的。你看到了他们，你也学到了他们身上的特质，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特质去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相信已经去世的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走了。虽然你的第3眼可能没有打开，你说我也没有梦到他们，我也没有感觉到他们在我的身边给我什么特别大的这种能量上的支持，我只是觉得很痛苦。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人的意识它是永存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消失了，就一瞬间就不见了。你只是用你的肉眼看不到他们，但是请你相信，深深的相信他们的能量是永远都存在的，而且他们留给你的一些非常美好的这些印象以及能量，是不是一直在你的脑海里呢？如果一直是的话，和他们其实意识也是一样的，都是永存的。所以这就像我们电影就是看那个 Coco 嘛，这个电影我经常让我的孩子也看，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人来讲，我们都要经历死亡，自己也会死，也会看到别人会死亡。你可能你周围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呢，都可能会离开你有一天。人就是要必须很平淡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对于死亡来讲呢，每一个人也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不来，我们要好好的生活，我们要好好的活着。但这个时候来了，我觉得应该很平静的去接受它。所以呢，你要非常相信说人的意识它是永存的，所以爱你的人，你要相信和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他们还在那里，所以你才会好好的把你每天的时间都利用好，你才会珍惜你现在的生活，你才会说人生其实很短，眨眼这个活人可能就不见了。所以呢，第4点就是，虽然你可能没有打开你第3眼，你也不知道这些什么通灵的这些知识，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相信，爱你的人会永存，爱你的那种能量会永存。